香气四溢，是热辣的味道。想问郎君你要不要一起来唱？听雨打芭蕉，泉水叮当，说山长山短，谁别有离殇？手里放心凉，不是衣裳又何妨？我心中有暖阳。看万家灯火，宇宙轻摇，等一盏明灯把天照。开万世太平，不能用笔汉诗道，都应该骄傲。谁在酒前笑里轻轻语，轮换同绿，桃花与年就要相遇。竹山翠影前，红旗驰骋，请多指教我的情郎。卿家受教了。哎，罢了。高正已将你们用玉征良的信做诱饵，引诱格桑的事告诉了我。王爷此次进宫必定无功而返，甚至会打草惊蛇，引起傅太师的警觉。最好尽快收网。义父，前日我已将枯草伞下在了他们屋中的箱里，我可否离开玉满楼了？起来吧。稳妥起见，你这几日先待在玉满楼，细细观察，待他们颈部出现瘙痒的中毒症状之后，方可离开。是。去吧。格桑，大掌柜的刚才找你，让你回来之后去胡掌柜的住处，说是新到了一批茶叶，正商量配什么口味的点心。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玉娘姐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格桑，放在我房间的信是不是被你拿走了？玉娘姐姐，我没有。我的房间除了我们几个人之外，只有你去过。我真的没有。那你刚才去了哪里？我刚才在后厨不小心弄脏了衣服，便回去换了一件。我刚去过你的房间，你根本就不在，为何要撒谎？既然如此，别挣扎了，我绑的绳子，你挣不脱。你是傅太师的人，说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你敢杀我？即便是我偷了东西，又罪不至死，
你们最多也只能把我送官。我是军巡使，你刚才向我动刀，已是死罪。就算我把你杀了，别人也无话可说。那你便动手好了，反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。那你再看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封信怎么还在你手里？那封信是假的。假的？那晚，高正和玉娘去取信之时，遇到2个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。那时候我便断定，玉满楼一定有奸细，而其他伙计都是我和许清家来京城之前玉娘自己雇佣的老人，只有你是近日来的，自然要第一个怀疑。所以我们故意让你看到这封信，是想让你将假的信交给傅太师，好让他放松警惕。既然如此，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为何还要抓我？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。如果你们以为抓到我就可以要挟傅大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的命对他们而言自是尘土不假，但是我猜测，傅太师一定非常好奇我们到底从你口中知道了些什么，所以只要将你扣在这儿，傅太师一定会有所应对，打草惊蛇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让蛇自身露出破绽，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可有一点，我还是想不通，你既拿到了信，为何不赶快离开？这信被盗之时，早晚会被我们发现。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作茧自缚。若你们防着我，不让我拿到那封信，本来还能多活些日子。格桑，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在观察你的言行举止。我觉得你本性并不坏，为何要为虎作伥，替傅太师做事啊？若是有得选，我也不愿。事情已经这样，大不了黄泉路上，我陪着你们便是。怎么好像被你说的我们几个一定会死一样？这天子脚下，傅太师还敢行凶不成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这格桑就像个滚刀肉。他既然是傅太师的人，就一定会有人暗中与他联系。想必很快就有人知道他被我们抓了起来，这太师府的人一定会有所行动。到时候，或是救他，或是……玉满楼早就被盯上了，留在你们这儿也不安全。要不，把他送去丞相府关押起来？不妥。如若我们这样做，就等于是给傅太师以足够的理由在朝堂上攻讦丞相。不如这样，把他交给武郎处置，秘密关押在军营里，然后我们再做出他还在玉满楼中的假象来。这样最为稳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通知武郎。张公公，宁王可在房中？你为何不在房中伺候？回公公，宁王说与殿下有重要的事情相商，殿下就让奴才先出来了。殿下，
你的病是什么时候染上的？3年前，我替官家秋寿，天降暴雨，塌了山路，我被困于山中半日，回京后便咳嗽不止。若不是太师找人制成这玄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玄丹的方子我查过，太医院便有。虽然说所需药材十分罕见，但太医院有足够的存粮。殿下为什么不让太医院来诊治，不比那宫外的游医来得更为稳妥？宁王何必说这些话？此中的原因，你心知肚明。殿下，虽然这些年你我生分了不少，但毕竟我们打小一块儿长大，你心里应该非常清楚，大哥从来都没有动过那个念头。可是官家有过，否则又怎会将丞相之女赐婚于你？这满朝文武，即便曾经没有，若是知道了我有肺疾，现在也会有。这些话都是傅太师告诉你的吧？宁王可是在讽刺本宫？是傅太师的傀儡吗？殿下，傅太师是国家的蛀虫，其他事尚且不论，就说玄丹这个方子，半个月的剂量就顶得上他1年的俸禄。你难道就不好奇他的钱财是从哪儿来的吗？休要危言耸听！你处处针对傅太师，还要让本宫相信你毫无夺嫡之意，岂不荒唐？宁王，你今日进宫便是打算以此相胁。如若本宫不从，你是不是就要将本宫这病昭告天下？快去通知傅太师，就说宁王知道了。看来宁王决意要与本宫为敌了。殿下，傅太师与我既是国仇，也有家恨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委屈宁王在东宫多盘桓一些时日了。殿下，此言何意？放心，待本宫肺疾痊愈，便会放宁王回府。潘华，殿下，宁王要在宫中住些时日，你去将西院收拾出来。另外，从现在起，没有本宫的手令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入东宫。是，殿下。老爷，张公公派人传信，宁王近日入宫见了太子，居然拿着方子中的药材，毅然知晓太子患病之事。宁王现在何处？已被太子囚于东宫之中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那2名药师怕是暴露了。趁现在宁王无法行动，今夜便将他们处理了。是。脖子怎么了？没事，先进去再说。
格桑呢？暂时关到柴房去了。五郎，你打算如何安置格桑？王爷多年前在城郊买了处宅院，是给若曦姑娘住的。若曦姑娘死后，便一直搁置在那儿，无人居住，很是隐蔽。如此甚好。怎么你脖子也痒啊？可能是最近被蚊虫叮咬了几下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脖子也痒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怎么说也？高正刚刚也。干啥？我看看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怎么了？姨娘，麻烦你看一下阿娇的脖梗处有无蚊虫叮咬的痕迹。有些发红，应该是挠的吧。其实，我这几天脖子也有些痒。你们中了一种叫枯草散的南疆奇毒。枯草散？何为枯草散？前几日刚刚查到，若曦姑娘也是中此毒身亡的。枯草散无色无味，遇火生烟，吸入后便会中毒，7天内便会离奇死亡。中毒者脖梗处会有奇痒，并伴有淡淡的青草香味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症状，死后也查不出来。万一是巧合呢？你们可还记得刚刚格桑说了些什么？我笑你们作茧自缚，说你们防着我，不让我拿到那封信，本来还能多活些日子。若是有得选，我也不愿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大不了黄泉路上我陪着你们便是。走，去找格桑问个清楚。格桑，可是你给我们下的药？不错。几位现在可是感觉脖子处奇痒难当？解药？妄想！有种你就杀了我！我不会杀了你的，我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切下来，直到你交出解药。你们当初是不是也是这么威胁我师兄的？你们杀我师兄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这一天。等等，你可是道门的人，你师兄可是费劲？正是。费劲不是我们杀的。死到临头还说这种谎话，你们准我会相信吗？我们为何要杀费劲？我们的目标是扳倒傅太师，费劲对于我们而言是重要的忍者，我们保护他还来不及，又为何会想杀他？格桑，你想想，如果我们真想杀费劲，又为何会大费周章地将他抓起来？费劲是自己死在牢里的。格桑，你好好想想，是谁告诉你费劲死于我们手中？又是谁才会害怕费劲活着？你这是在给你的仇人做事啊！你师兄费劲死于谁手？许清家、高正。除掉他们是老爷的命令。违抗命令什么下场不用我告诉你了吧？老爷当年可以保存道门的命脉，如今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毁了它。义父，这怎么可能？别废话，解药。我没有解药。枯草散
是道门排名第1的毒药，用8种剧毒之物淬炼而成，所以要找齐8种珍贵药材，才能解毒。这些药材极为珍贵，在毒发之前，你们是很难找齐这些药材的。哪些药材？有百年龟板、黄精、肉灵芝等等。百年龟板和黄金我知道哪里有，赶紧把解药的配方说出来。什么人？救命啊！老实点！你想干什么？你们别玄南的方子交出来，让你死得痛快一点！救命啊！杀人啦！快来人呐！住手！死了！这2位壮士救命之恩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要玄丹的配方，一定是太师府的人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呀？他们不想让人知道药的事儿，所以要杀你灭口。跟我们走，我们能保护你。走之前，这上边的药取出来带走。老爷，您息怒。黄药师虽然失踪了，但他只是负责制药，与我们联系和负责送药的杨芳已经死了，这样便没有人能把玄丹和宫里的事儿联系起来。连我们派去的人也死了，那个姓黄的必然落到了许清家手中，始终是个隐患。老爷，格桑已经下毒成功了，许清家他们几个活不过几日。只要太子将宁王牢牢地困于东宫当中，一个药师翻不起什么风浪来。让格桑盯紧了，若那个皇太医真的在他们手中，待他们死了之后，连那个皇太医一起除掉。是。枯草散儿，从它的毒性和这8味药材的药理上来讲，应该可以解毒。可是解药所需甚大呀，要寻常剂量的100倍，才能炼出1人份的解药来。这些药材我这里只有3味，勉强够用，其他5味甚是珍贵稀少，即便是诸位手中有足够的银钱，在这京城之内也很难凑齐啊。老先生，多谢您了，您先回去休息吧，还得委屈您在此多逗留些时日。待我们凑够了药材，还需劳您来熬制。那是自然，诸位与老夫有救命之恩，我当不能推脱啊。告辞。如若按照这位老先生所说，短时间内凑齐这些药材，恐怕得3万两银子。即便是把玉满楼整个抵出去，也相差甚远。
丞相那边的。相爷向来廉洁，恐怕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。如此巨大的数额，我想王爷也束手无策。我去试试吧。不是让你回去睡觉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给你倒茶。今夜喝酒。枯草散无色无味，欲火生烟，吸入后便会中毒，7天内便会离奇死亡。要找齐8种珍贵药材，才能解毒。可这解药所需甚大，要寻常剂量的100倍，才能炼出1人份的解药来。如若按照这位老先生所说，恐怕得3万两银子。阿娇，别算了。这几日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都还没来得及整理前几日的账目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我恨我自己，为何不自量力的要对抗傅太师？倘若我们留在云兰，不来京城，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也不会连累到你们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岳父大人。不管是来京城，还
还是一起对付傅太师，都是你我一起做的决定，我又怎么会怪你呢？从上庸、襄州，再到京城，这一路上，你帮了多少百姓，又救了多少黎民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阿叔，你曾经不是教过我吗？比干挖心，始于施剑。古往今来，若没有无数忠臣义士的肝脑涂地、马革裹尸，那百姓又哪来的安生日子可言？就算这次的难关我们过不去了，咱们的孩子一定会知道，他爹是个顶天立地的清官，他会为你骄傲和自豪。我来。举杯对月，满腹相思如夜，陪秋风添满庭院。梧桐花谢，奈何蹉跎年月。默默自语心成茧，只为你魂牵。世间事三千，世间的劫怎么解？一点离愁追心湖，荡起波澜。对不起，思念冷泉筑尘缘。我可能要食言了。一段韶华，食言。青丝照日岁月。一折细木从远起。在你离开上庸之时，我曾承诺过，要护你一生周全，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此生只等与你过门。可是如今，却害你中此剧毒。呆子，遇见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。奈何蹉跎年月。我只是气你，为何不早点向我提亲？我们连半日夫妻都不曾做的。一点离愁追心湖，荡起波澜。思念冷泉筑尘缘。一段韶华绕青丝，照热岁月。一折细木从缘起，心里漂泊。为何偏无法参破？倾城是佳人，为你入红尘。此生只我们便成亲。与你过门。可好？今夜，一点离愁追心湖，荡起波澜。思念冷泉筑尘缘。一段韶华绕青丝。
燥热岁月，忆着细木从缘起，心里漂泊，为何偏无法参破？情真是佳人，为你入红尘，此生值得与你过门。一点离愁追心红，荡起波澜，思念轮圈铸成缘，一段韶华绕青丝，照热岁月。忆着细木从缘起，心里漂泊，为何偏无法参破？情真是佳人，为你入红尘，此生值得与你过门。昨天我去王府，得知宁王被太子囚禁在东宫，王妃原本准备连夜进宫，不想王府被禁军包围，许进不许出。我是半夜翻墙，被禁军追了好久才逃出来的。完了，这条路走不通了。你们俩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从中毒到现在已经3天了，再过4天你们俩就尽人事，安天命。吴老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谢谢你。你们俩要是出事儿，我就去找我爹，让他起兵清君侧。表哥，万万不可！若真如此，天下必定会大乱，也会给傅太师和太子以足够的理由，将谋逆的罪名安在王爷身上。他们既然敢软禁王爷，想必早就想到了这一点。说不定崔太将军现在的一举一动，都在他们的监视范围中。那让我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王爷受辱，看着你们俩去死吗？表哥，我们都想好了，倘若真找不到解药，我就独自进宫面见太子，死谏。格桑怎么办？还交由我带走吗？这件事情还是问一下玉娘比较好。我已经通知人去传话，请她和高正尽快赶过来。你走吧。太师府还不知道你暴露的事情，应该不会为难于你的。不要再回来了。可我对你们下毒了呀！你真的要放我走吗？你只是被人利用而已，就算不是你，他们也会派别人来。如果我们身上的毒解不了，又何苦再搭上你的性命呢？走吧。格桑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你能离开太师府。这段日子，相信你也能看出来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傅太师是什么样的人。邪不压正，就算我们死了，也会有人站出来扳倒傅太师。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看待，
不希望你也步你师兄的后尘。玉娘姐姐，我不走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要留下来，帮你对付傅太师，为我师兄报仇。相公，你在写什么呢？剑书。我得捋清楚自己的思绪，想想如何才能说服太子。你当真要去面见太子啊？如果我们成功找到这枯草散的解药，要去；若是此毒无药可解，就更要去了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不后悔。我也是。沙绕蝶流光，重绕回过往。不见心事被隐藏，参不透朦胧真相。绿酒斟满缘情，饮始终所望。念念不忘，忆不忘，两上烟岁岁如常。春日延长，欢歌无休曲飞扬，借我一生相对望去，缱绻二字一张，只恨前尘如萤火贪恋月亮，是非恩怨无不了，换一片剑影刀光。问世间来日可方长，问回忆何处可寻归乡，问天下此谁最异常，情深将余生我敢忘，问此生何处是荒唐，问天命却偏向谁一方，问爱恨如何换无常，问诀别为何水过山长。望你一念无恙，人世无双，三生情一场，愿你光芒万丈，恣意张狂，如月百岁上。三生情一场。